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今天要讲的大事儿非常的多，今天主要说3个事儿啊。先来给大家说一个紧急的大事儿，那就是火币官网了，要清空大陆用户了的事儿。看图，关于逐步有序清退中国大陆地区存量用户的公告。尊敬的用户，为响应当地政府监管政策要求，火币已经于2021年9月24日停止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新用户注册，对身份认证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存量用户，计划于2021年12月31日24点之前，在保证用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完成有序清退。具体清退细则将通过公告、邮件、站内信息和短信等方式通知用户。不仅火币出事了啊，就连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币安也出事了。看图，币安也要清退大陆用户了。这个事儿是真的。早上还有观众给我发消息说，注册币安的时候，+86的手机号无法注册，不能注册。而且呀，很多币安的用户的正常功能都已经无法使用了。事态真的很严重呀！我上期节目就已经说了，共产党这次是玩真的。大家想一下啊，币安如果出事了，那么 BSC 链条上的所有的币啊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呢，你们看币安链条上所有的币今天都是直接跳水呀，真的就是90度的垂直下跌呀。肯定的呀，币安火币最大的市场大陆市场被关闭了以后，那么它的生态链火币链、币安链也肯定都会遭殃的。当然了，针对这种情况，面具人也已经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给出了应对之策了。这个策略呢，我会在节目最后公布给大家的。你们看，币安关了，火币关了，中国的这些不能够在海外玩币的用户关网了以后呢，他的钱他的币就废掉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就会恐慌式的抛售。为啥？因为关网了以后，它的币就没有办法流通了呀。为啥？因为关网了以后，它就根本没有交易渠道了嘛，可不就是废掉了。有些人呢，可能会找一些别的渠道去卖，可是呢，大部分小白是不懂这个的，对不对？只能现在卖掉了。不过呢，针对这种情况呀，面具人也推出了独家服务，只要你是面具人的会员，我就可以给你提供币的购买服务、USDT 的兑换服务以及资产转移等服务。我会在节目最后留下我的联系方式，毕竟嘛，找面具人我做业务还是比较放心的，因为我是名人嘛。你找我总好过你在网上找那些个没有来路的人进行场外交易，容易被骗要好得多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啊，也算是好消息吧。我标题中也写了，中国再抛432亿美元的美债。为啥我说这是好消息呢？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够明白了。那好，不要忘记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Z 植物类蛋的活动。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呢，你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最及时的金融知识节目了。先来简短的说一下国际新闻啊，有关于美元的问题。先从孟晚舟回国的这个事儿来说起。孟晚舟能够回国，是因为美国的检方提出了和解条款，就是说孟晚舟只要认罪或者认错，我们就不起诉你，你就能够回国。起初呢，孟晚舟是不愿意的。其实这个条款在去年川普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当时美国就说了，你孟晚舟认罪，我就可以放你孟晚舟回国。孟晚舟当时是坚决反对的，拖到了今年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同意的。面具人，我认为啊，孟晚舟并不算聪明，如果他聪明的话，他完全可以走郭文贵的路线，嗓门越大他越安全。不过代价可能是孟晚舟的亲属孩子会被满门抄斩，所以呢，孟晚舟选择了后者，那就是牺牲自己成全亲属。所以呢，她同意回国了。你们看，孟晚舟千方百计的把自己的老公孩子弄出国，然后呢，现在呀，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，为了保自己的老公孩子，又放弃了国外的民主自由，放弃了财富，自己再回去坐牢软禁，至少是软禁。之前孟晚舟就多次拒绝中国政府要接她的老公孩子回家的要求。
哎，孟晚舟这么有钱的人，她完全可以老公没了再找一个，孩子没了再弄一个试管婴儿再生一个，反正老娘有钱。而孟晚舟现在呢，却选择了牺牲自己回国。其实在座的各位啊，你们可以问问你们自己，面临这种抉择的时候，你能有孟晚舟这样的觉悟，牺牲自己吗？啊，放弃国外的民主自由，放弃自己的这个豪宅、家产、人权，而回国面临甚至有可能要你命的政治斗争啊！嘿嘿。至于什么国内又是欢呼雀跃了，又是安排孟晚舟的老公接机说我爱你了，这些都是表演。她的老公也是假老公，是演给老百姓看的，脸都没露。老公站在10几米开外的人群当中说我爱你，那能是她老公吗？哎，老公最起码应该跟她并排而行吧，对不对啊？而且脸都不给露的。你们想一想嘛，孟晚舟现在连家都没让回，直接就从法院给押送到机场，光速回国了。哎，这个女人呀，也可以了。换成面具人我或者其他的人啊，真的未必敢啊放弃这么多的资产，放弃自由，去啊，哪怕是为了自己的老公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自己回国受苦啊。是个人都会纠结很长时间的，不一定能做出来这种结果的选择。咱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政治啊，这个就和咱们的币圈有关了。为啥面具人我说那个抛美债啊是一个好消息？其实美国放孟晚舟走，你看抓来了又放，来来回回绕了一大圈，等于浪费了美国的纳税人的钱。哎，现在放掉孟晚舟也实属无奈之举，因为美国这边也确实需要和中国勾兑，让中国买美债来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局，而加拿大这边呢，也需要把2个人质救回来。中国是不可能让孟晚舟落入西方人的手里的，所以呢，3个国家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勾兑。对于加拿大人来说，今天你把人质放了啊，跟你来一个人质交换。为啥愿意给你来人质交换呢？是因为你加拿大低头愿意做人质交易，那么以后国外的什么恐怖分子塔利班和他们的老大中国，哎，只要看你加拿大美国不爽，我就抓你的人质，逼你做人质交易，反正你最后都会低头，为了放人什么条件都答应，对不对？而美国呢，则把法律和人民的智商直接按在了地上摩擦。什么叫做你认罪或者认错我就放你？那么按照这个逻辑，我去抢银行，抢完了以后我就认罪，是不是也可以把我放了？我去大街上强奸一个女的，强奸完了我认罪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判我无罪，把我放掉了？美国说好的3权分立呢？先是米利将军军人摄政，然后呢又是政治干预司法。最终呢，还搞出了这么一个侮辱智商的勾兑。经过了这种事儿以后呀，什么自由民主的阵营也别吹牛逼，说什么西方的司法独立、军事独立了，人民有选票了。选票完全可以被媒体洗脑操纵，就跟这些币圈的韭菜一样，他们割不割肉，完全可以被这些消息面呀、博主呀带节奏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什么民主不民主的国家，哎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他们的司法、他们的权利，完完全全都是国家领导人、权贵们的勾兑工具。不管你是军呀、警呀、法律呀，都是这些国家领导人、权贵们的勾兑工具啊！他们可以用这些维稳自己的政权。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啊，骗骗老百姓的钱，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啊！那至于为什么美国接二连三的向中国低头，包括整个西方都向中国示软了呢？想被怎么整就被怎么整，根本不反抗呢？你们想想嘛，整个近代的工业、劳动力、制造业、消费市场、信息市场几乎都浓缩在了中国了。那西方还有啥核心竞争力吗？要人没人，要市场没市场，要技术没技术。你说技术吧，也都被偷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劳动力就更别说了。而且这些人他能吃苦吗？动不动不给你加班，动不动给你谈人权，工作效率也比不上中国，对不对？
没有核心竞争力了。而且这些西方的官员们，你们真当他是民主了以后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任何一个国家人民都是吃饲料的，官员才是吃干饭的。经过了贸易战疫情之后，美国现在也确实到了不得不让中国去救他的地步了。欧盟西方肯定是不会救美国的，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选票，对吧？只要你割了老百姓的钱去救美国，老百姓肯定就会用选票造反，然后嘞，这些官员又要去忙着维稳，对不对？可是中国不一样，中国的韭菜想割就割，对不对？你看把这些币圈韭菜难民把他们的交易所把他们的币给抄了，把他们的矿给抄了，都没事儿，对不对？美国现在的情况很危机了，究竟有多危机啊？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啊，你们听听。截止目前，美国国库剩余的资金为2776.5亿美元。2776.5亿美元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啊？你们听这个数字应该感觉出来了吧？这并不算什么太大的钱，对于国家来说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马云、马化腾的身价都是各自400亿美元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的国库资产还抵不过4-5个中国富豪了。不仅如此，美国政府现在的累计负债超过了28.7万亿美元。所以呢，美国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发布了警告。这个警告说，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够在本月底为政府提供资金，美国的政府就会停摆。因此呢，白宫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预计将于近日对各大机构发出提醒，呼吁机构积极应对政府可能停摆的危机。说白了就是你国会再不印钱，我这个政府就要坍塌了。针对这个事儿啊，美国的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也认可啊，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会在接下来的7天停摆。听到没有啊？看好了，已经非常危机了。美国再不印钱，政府就要坍塌了，就要停摆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人民上街暴乱嘛，对不对？警察也没钱了，军队也没钱了，法官也没钱了，整个警察也没钱了，医生也没钱了，律师也没钱了，法官也没钱了，军队也没钱了，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系统就会崩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美国现在接二连三的给中国跪地求饶，而中国呢，就趁着这几天砸盘金融市场，还把火币币安都给关了，真的就是趁你病要你命呀，对不对？把火币币安关掉了以后，就意味着西方的这些资本不能够和中国的资本去对接，去赚中国人的钱，去给中国人卖币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美国再不听话，我就再让你的经济雪上加霜。所以呢，拜登硬不起来了，同意放走孟晚舟，以换取中国的经济支持、贸易开放、买美债等等等等。可是与土匪做交易能够有好下场吗？看图，中国抛423亿美债，你们看，白宫求饶了，中国政府不但没有买美债，还抛美债了，而且呢，这几天还重创了你的金融市场，币安关了，火币关了，就意味着你西方的资本很难在中国的市场去卖自己的加密货币了，去套现了，去赚中国人的人民币的钱了。这种种的举措都会逼得美国不得已去印钱了。而且现在美国官方也宣布了啊，美国国会再不印钱的话，政府就要倒了。所以说呢，面具人我说了，这个中国抛售美债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来说还算是一定的利好，因为它会逼得美国不得不提前去印钱了，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印更多。这些情况呀，种种，中国的行为，美国的行为，说到底还是中西方资本的较量。中国已经尽可能的在美国印钞之前，把加密货币金融市场给砸低了，给毁掉了啊，尽自己可能，但也不是说完全的给它砸毁了啊，是中国想毁，但是呢能力也有限。你们看中国这边的大招能放的都差不多放完了，只剩下了他们这些权贵红贵的自己的子弹还没打出来。当然了，他们也等着把自己的子弹打出来变现嘛。
等美国印完钱了以后再套现。可是呢，你看啊，现在整个把中国大陆的加密货币市场一刀切了以后，也没把币圈砸到哪儿去。现在比特币连4万都没跌下去，又反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呀，中国人以后就很难买到加密货币了。就算是币圈暴涨了，就算是有再多的利好消息了，就算这个币圈再能赚钱，也和中国人没啥关系了，因为你没有交易渠道了嘛，交易所全部都给你关了，对不对？更别说以后还有这个数字人民币，你的钱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国外的资本对接流通。不过呢，只要你是面具人的会员，我就可以给你提供相关的交易服务。现在呀，我要警告一下大家啊，币安关闭大陆的业务，会对币安交易所的信誉造成极大的影响，而且呀，也会影响整个币安链链条的所有的币，比如币安币之类的，火币链也同样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，就会有2种可能，一种呢就是币安吸收了火币和欧易的业务，得到了更好的发展，因为币安还主要做海外市场嘛，火币欧易的海外市场不行。如果说币安能够成功的存活下来啊，把自己的海外市场更加的壮大了以后，那么币安的这些币呀，包括币安链条上的币也都会得到一定的蓬勃的发展啊。但是呢，你看币安它毕竟是中国的企业啊，这个经过了这种事件以后啊，会对它的公信力造成极大的打击，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币安丢失了大陆的客户以后大出血了，包括它的公信力也受损了，那么就会牵连币安币、币安链上的所有的币都会遭殃。所以呢，面具人我今天就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说了，接下来咱们的投资计划就是要转战马蹄链了，也包括前几天我也在节目中里面提到了马蹄链了。买马蹄链生态的币，比现在去投资币安链条上的币要更有前景一些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也都别割肉啊，币安出现了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啊。中国政府关掉了中国人的加密货币交易渠道，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啊。因为这个市场它要发展的话，不一定非得要中国，而且呢，中国人也未必是说没有办法去买到币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也可以通过加入我的会员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灰色渠道、场外交易去买到币嘛。总之来说呢，该玩的还是玩啊，那个小白韭菜该割肉的就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接下来的操作呢，我建议大家多关注这个马蹄链上面的一些产品。币安链上面的币呢，可以把它放在马蹄链之后的一个顺位啊。剩下的话咱们群里面再说吧，因为时间有限，大家请下载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币安火币官网啦，快跑吧！